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文化误解、爱情与金钱的故事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穷，其实只是我们不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。小文，一个杭州的小红书高级精致生活博主，家里有矿，父母都是杭州当地的房地产商，从小到大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身材火辣，1.7米的身高，50公斤的体重，马甲线清晰可见，是那种一出场就能让全场男性眼睛发直的美女。别看小文才28岁，她在杭州已经开了3家高端美容会所，每天都是豪车接送，住着湖景豪宅，出入高级场所，一年至少要出国旅游4、5次。谁不想找个门当户对的啊？小文常对闺蜜说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，也不找个拖后腿的。去年夏天，小文去台北参加一个美容行业的交流会，在台北信义区的一个高级酒会上，她遇见了今天故事的男主角阿杰。阿杰是个台湾男生，身高1.85米，肩宽腿长，浓眉大眼，穿着简单但得体，不像内地那些富二代浑身名牌。他安静地站在角落里，看起来跟这个充满名利场的酒会格格不入。这男的挺帅的，看着眼熟，是不是哪个台湾明星啊？小文问身边的台湾朋友，不是啦，他是我朋友，在艺术圈混的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小文认识了阿杰。你好，我是阿杰，在台北做些小生意。阿杰的声音低沉有磁性，普通话带着台湾腔，听起来特别迷人。我是小文，从杭州来的，做美容行业的。小文有意无意地提了下自己的豪车和公司规模。让小文意外的是，阿杰对他的炫富毫无反应，反而聊起了台北的小吃和文化。他的谈吐风趣幽默，知识面很广，小文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住了。阿杰主动要了小文的联系方式，之后几天，两人在台北玩得不亦乐乎。阿杰带小文去了很多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店，还有一些私密的艺术空间。台北真的和我想的不一样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吗？小文惊讶地说。阿杰笑了笑，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差异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。我们这边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层面的享受，而不是一味追求物质和表面。随着相处时间增加，两人之间的吸引力越来越强。阿杰细心体贴，知识渊博，而且尊重小文的想法和决定。在台北的最后一晚，他们在阿杰的公寓里喝了点小酒。公寓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有艺术感，墙上挂着几幅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画作，气氛逐渐暧昧起来。阿杰温柔地抚摸着小文光滑的背部，小文感觉全身像触电一般，两人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我可以吗？阿杰轻声问道。小文点点头，他已经被阿杰迷得神魂颠倒。那一晚，他们在彼此的怀抱中体验了灵与肉的结合。小文从未有过如此强烈而美妙的体验，他知道自己栽了。回杭州前，两人约定保持联系，开始了异地恋。异地恋对小文来说是个新鲜事物，他习惯了杭州男生的殷勤和阔绰，那些追求者无不是豪车、名表傍身，3天2头就要送鲜花和奢侈品。而阿杰显得很佛系，他不常发朋友圈，联系时都是简单问候或分享一些艺术品和风景，很少谈论物质生活。他到底做什么的呀？怎么感觉生活那么简朴？小文越来越好奇。有一次视频通话，小文看到阿杰穿着普通 T 恤，在一个看起来像工作室的地方忙碌。你在干嘛呢？小文问。在准备一些东西，明天要去摆地摊。阿杰轻描淡写地说。摆地摊，小文下巴都惊掉了。你缺钱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不是啦，这是我的工作啊，我平时就是做这个的。阿杰似乎有点困惑，为什么小文这么惊讶？挂了电话，小文坐在他价值千万的湖景豪宅里，心乱如麻。他喜欢阿杰，但摆地摊这3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上。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摆地摊的啊？我小文可是杭州名媛，圈内人称39。美容女王井号39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要是让姐妹们知道我男朋友是个摆地摊的，我这脸往哪搁？小文想起她那些豪门姐妹们炫耀的男友，有开跑车的金融精英，有家里5套房的企业2代，还有创业做到上市公司的科技大佬，而她的阿杰居然是个摆地摊的。
这件事成了小文心中的一根刺。1个月后，阿杰来杭州看小文，小文开着他的保时捷去机场接他，故意穿了一身名牌，带了价值不菲的珠宝，就想看看阿杰会有什么反应。让他失望的是，阿杰对这些物质表面的东西依然无动于衷。他简单背了个双肩包，穿着休闲服装，看起来格格不入。你这是准备去登山吗？小文半开玩笑地说。啊，没有啊，这样穿挺舒服的。阿杰一脸无辜。小文带阿杰去了杭州最高档的餐厅，点了一瓶价值上万的红酒，却发现阿杰对这些毫无兴趣，反而对菜单上的价格皱了皱眉。这也太贵了吧，在台北这价格能吃1周了。阿杰小声说。小文心里更不舒服了，要不是看你从台湾来，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山沟沟出来的土包子呢。土包子？阿杰愣住了。小文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些物质的东西？小文忍不住了。你知道我朋友圈的人都是什么层次吗？他们随便一顿饭都上万，一瓶酒就好几万，而你呢，在台北摆地摊。你让我怎么向朋友介绍你？阿杰神情复杂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，我以为你喜欢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的财富和地位。喜欢归喜欢，但生活都是要考虑现实的啊。小文固执地说，我不想将来结婚后降低我的生活品质，我宁愿单身也不要嫁给一个摆地摊的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阿杰沉默了许久，然后轻轻放下筷子。也许你应该去台湾看看我摆的是什么摊，再做决定。小文心想，看什么看？难道摆地摊还能摆出花来？但看着阿杰认真的眼神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当晚两人都没睡好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杰就说有事提前回台北了。小文虽然别扭，但也没挽留。2周后，小文按照约定去了台北。这次他没住酒店，而是住进了阿杰的公寓。虽然位置在信义区黄金地段，但面积不大，装修简单，比起他杭州的豪宅差远了。他真的只是个摆地摊的普通人吗？小文心里打鼓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杰带小文去了他平时摆摊的地方——台北诚品松烟店。等等，你摆摊居然在诚品？小文惊讶地说。诚品可是台北最高级的书店和文创空间。阿杰笑而不语，带着小文走进了一个临时展区。小文瞬间惊呆了，展区里摆满了精美的陶艺作品，每一件都独特而精致。价签上的数字让他瞪大了眼睛，最便宜的小件也要上万台币，大件作品甚至标价100万台币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小文结结巴巴地问。是啊，我就是摆这个摊。阿杰微笑着说，我是陶艺家，每个月在诚品和几个艺术空间轮流办小型展览，就像摆地摊一样，把作品摆出来卖。小文这才明白，原来阿杰说的地摊是这个意思。他想起阿杰公寓墙上那些看似普通的陶瓷装饰，可能每一件都价值不菲。正当小文惊讶不已时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过来，恭敬地对阿杰说，李先生，您上次答应为我们酒店设计的艺术装置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预算1000万台币，希望能成为我们大堂的亮点。阿杰礼貌地与对方交谈，谈吐专业而自信。小文站在一旁，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心痛。他曾经因为摆地摊这3个字就对阿杰嗤之以鼻，却不知道他在艺术圈的地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文跟着阿杰参观了他的几个工作室，认识了台湾艺术圈的一些朋友。他惊讶地发现，阿杰在圈内颇有名气，作品已经进入多家美术馆收藏，年收入虽比不上他家的房地产生意，但也相当可观。更让小文惊讶的是，阿杰的家族背景其实不简单。他父亲是台湾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家族资产上亿新台币。但阿杰从不靠家里，坚持靠自己的艺术创作生活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？小文问。阿杰淡淡地说，在台湾，我们不习惯炫耀家庭背景和财富。我想靠自己的才华和人格魅力被爱，而不是因为家族背景或钱包厚度。在台北的最后一天，阿杰带小文去了阳明山看日落。山顶上，小文靠在阿杰肩膀上，心情复杂。阿杰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小文眼含泪水。阿杰摇摇头，我知道咱们成长环境不同，
在台湾，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过得很低调，甚至穿着打扮比普通人还朴素。有钱不炫耀是一种教养，炫富反而会被看不起。小文想起杭州那些豪门富二代，恨不得把富字写在脸上，与阿杰形成鲜明对比。在大陆，尤其是杭州这样的发达城市，物质攀比太厉害了。闺蜜圈里谁包包不是限量款，谁饭局不是米其林，谁男朋友不是豪车接送，都不好意思见人。小文叹气道，台湾以前也有这种风气，但随着社会发展，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。阿杰轻轻抚摸着小文的秀发，真正的品味不是花多少钱，而是懂得欣赏什么，热爱什么。小文靠在阿杰怀里，感受着他强壮的胸膛和温暖的体温，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富有啊。那一刻，小文感觉自己爱上了台湾，爱上了这种看似朴素却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确信自己爱上了阿杰。回到杭州后，小文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虽然他表面光鲜亮丽，但内心却常常感到空虚。那些名牌包、豪车、房产真的能带来幸福吗？一天，闺蜜圈聚会上，大家又开始炫耀各自男友送的奢侈品。看，我老公上周送我的爱马仕限量款，全球只有50个呢。一个刚结婚的闺蜜得意洋洋地展示她的新包，另一个闺蜜不甘示弱，我男友给我买了三亚的海景别墅，装修就花了2000万。轮到小文时，大家都期待地看着她，毕竟在圈子里，小文一直是最会享受生活的那个。我男朋友小文犹豫了一下，他是台湾的一位艺术家，最近忙着准备展览，没送我什么东西。闺蜜们大跌眼镜，艺术家那能挣几个钱啊？小文，你可是我们圈子里最有品位的，怎么找了个穷艺术家？对啊，那些搞艺术的不都是穷鬼吗？除非是那种顶级画家，不然能有什么前途？小文心里一阵刺痛，但她忍住没有解释阿杰的真实身份和家世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用这些来为爱情辩护，那和她之前的肤浅有什么区别？晚上回到家，小文和阿杰视频，看着屏幕里阿杰布满陶泥的双手和专注的神情，小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涌上心头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啊？小文问。我是说不用异地恋那种。阿杰沉默了一会儿，小文，我在台北有我的工作室和事业，很难长期离开。你愿意来台北和我一起生活吗？这个问题如同晴天霹雳。小文从没想过自己要离开杭州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，离开他熟悉的朋友圈，离开他辛苦打拼的3家美容会所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小文艰难地说。挂断电话后，小文彻夜未眠。她在想，如果去台北，意味着放弃她在杭州的一切；如果留在杭州，就可能失去阿杰这个她真正爱的人。两难的抉择让小文痛苦不已。经过1个月的思考，小文做出了决定。她把3家美容会所的管理权交给了得力助手，自己只保留股份，然后收拾行李飞往台北。阿杰在机场接她，两人紧紧相拥。我决定来台北和你一起生活一段时间，看看是否适应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一起创业，把我的美容理念带到台湾来。小文说。阿杰感动地抱紧她，谢谢你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，不是牺牲，是选择。小文微笑道，我选择跟随我的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文慢慢适应了台北的生活。她惊讶地发现，台北的消费水平并不比杭州低，只是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理念不同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非外在显摆。比如，阿杰的朋友们聚会从不攀比谁开什么车、穿什么牌子，而是讨论最近看的展览、读的书或旅行的见闻。吃饭时，大家会分享美食，但几乎不会炫耀这餐多贵。小文在阿杰的帮助下，在台北松山区开了一家结合艺术与美容的小店，生意虽然不如杭州的火爆，但顾客们更加欣赏他的专业和理念，而不仅仅是冲着他的名气来。慢慢的，小文爱上了这种踏实而有内涵的生活。虽然他不得不放弃了很多物质享受，但精神上的充实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而阿杰也在事业上更进一步，他的作品被日本一家著名美术馆收藏，身价水涨船高。在一次赏樱之旅中，阿杰向小文求婚了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方式很特别，经历了那么多误解和曲折，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。
小文，你愿意嫁给我这个摆地摊的吗？阿杰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亲手设计的陶瓷戒指。小文泪流满面，我愿意嫁给世界上最好的摆地摊的。两人紧紧相拥，在飘落的樱花中拥吻，一切美好的像童话一般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婚礼前2个月，小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，情况危急，他立刻飞回杭州。父亲被送进了 ICU， 情况不容乐观。医生说需要进行高风险手术，但即使手术成功，也可能留下后遗症。女儿，爸爸可能不行了。母亲握着小文的手，泣不成声。公司的事情，房子的事情，都需要有人处理。小文这才知道，原来父亲近年来投资失利，公司已经负债累累，如果没人接手，家里的一切都可能化为泡影。这个晴天霹雳让小文措手不及。他一直以为家里很富裕，没想到表面光鲜的背后竟是这样的窘境。阿杰得知消息后，立刻飞来杭州，陪在小文身边。看着病床上憔悴的岳父，阿杰提出，我可以帮忙还债，我在台湾有些积蓄不行。小文果断拒绝，这是我家的事，我必须自己面对。为了处理父亲的公司和债务问题，小文不得不推迟婚礼。阿杰表示理解，但他必须回台北处理自己的工作。两人又回到了异地恋状态。随着父亲病情的好转和公司的重组，小文被迫留在杭州更长时间，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，他和阿杰的联系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太忙了，没时间视频。这边有个展览筹备，可能要熬夜，你先睡吧。类似的消息成了两人之间的主要交流，距离和时间开始侵蚀他们的感情。1年后，小文终于稳定了家族企业，还清了大部分债务。他迫不及待想飞去台北和阿杰团聚。就在他准备订机票的前一天，他收到了阿杰发来的一条消息：小文，我们需要谈谈。视频通话中，阿杰憔悴而疲惫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适合。什么意思？小文惊讶地问。这1年来，我们都变了。你全心投入家族企业，我忙于艺术创作，我们的生活轨迹已经完全分开。阿杰叹了口气，而且我遇见了别人。小文如遭雷击，你背叛了我。不是背叛，是现实。阿杰痛苦地说，他是我工作室的助理，在我最低谷的时候一直陪着我，我们发展了感情，所以这1年来的等待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。小文声音颤抖，我也曾等你，但人总是会变。阿杰低下头，对不起。挂断电话后，小文瘫坐在地上，泪如雨下。他想起自己为爱情放弃的一切，那些在台北的美好时光，以及他对未来的所有憧憬，转眼成空。3年后，小文已经成功扭转了家族企业的颓势，并将美容会所扩展到了全国连锁。事业上的成功让他重新焕发光彩，他又回到了那个杭州名媛的角色。在一次商务旅行中，小文去了台北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来到了阿杰曾经的工作室所在地。工作室还在，但已经换了名字。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李先生去年底移居日本了，和他太太一起。他在东京开了一家更大的工作室。小文笑了笑，没有多问。他走在台北的街头，曾经和阿杰一起去过的地方，如今物是人非。回到酒店，他站在落地窗前，望着台北101的夜景。手机响了，是一条来自杭州男友的消息：宝贝，回来我接你，订好了米其林。对了，我让人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猜猜是什么？小文回复：又是什么包包或首饰呢？宾果，是最新款的爱马仕，限量版的。男友得意地发来礼物照片，小文放下手机，淡淡的笑了。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，映照在他略带落寞的脸上。他想起阿杰送他的那个手工陶瓷茶杯，朴素无华，却盛满了爱意。如今那个杯子还静静地躺在他公寓的某个角落，像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。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小文喃喃自语，他拿起手机，翻出很久以前和阿杰在阳明山看日落时的合影，轻轻点击删除。再见了，我的摆地摊男友。希望你在东京过得好。说完，他擦干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整理好表情。明天还有重要的商务会议，他需要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。毕竟，生活还要继续。那些曾经以为会天长地久的感情，终究敌不过现实的考验。爱情终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而非全部。
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两岸婚恋中，除了物质条件的差异，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。有时候我们以为别人穷，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够了解。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，但他们的发达和大陆的发达表现形式不太一样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内涵，而非外在的炫耀，更看重精神层面的富足，而非物质的堆砌。所以姐妹们在跨地区恋爱时，一定要多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，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富有不一定表现在物质上，而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充实。当然，小文和阿杰的故事最终没有走向幸福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异地恋和文化差异确实是爱情道路上的巨大挑战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解、包容和坚持，即使再热烈的感情，也可能随着时间和距离而消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